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门大同你的频道啦。新手在拍摄 vlog 的时候，经常会去选购非常各种各样的设备，然后来能够拍摄更多、更有趣的画面，或是更美的画面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但是作为一个在 vlog 和拍摄视频中踩过非常多坑的我来说，我现在想给大家讲4件新手拍摄 vlog 一定要谨慎购买的设备。首先，第一件设备就是非常沉重的相机3轴稳定器。比如像我手上这台，这个其实是我之前购买的某品牌的一个3轴稳定器。这个稳定器其实是在当时来说已经是非常小巧了，大家也能看到，其实在我手上来说，它已经不算非常大的稳定器，并且它是可以支持，比如说像全画幅，像 A7、M3 啊，或是 M4这些比较大的全画幅的系统。但是我为什么不建议购买呢？我已经有带这台稳定器，其实出去旅行过几次。其实一开始拍视频非常有热情的时候，觉得重还好。举着，其实举一天也还好。除了重的话，其实它拍摄起来也不是特别的方便。你每次需要在拍摄前调频，而且你镜头如果换了，比如说从50毫米的焦段换成85毫米的焦段，一般镜头它的重量会变，然后它的重心不对，你要重新的调频，然后非常的麻烦。而且你在携带的过程中，现在还好可以有3轴锁定，你就可以比较好携带，但是它还是长得不那么规范，你放在背包也好，放在哪里也好，它很容易刮伤你的相机，或是刮伤它自己，你都会很心痛。然后在拍摄的时候，你比如说像我现在举个例子，我这边那一台正常大小的这种全画幅微单相机，然后和它放在一起，你看这样加在一起，少说怎么样也有4公斤到5公斤吧。这其实是非常重的，你举1个小时还好，举2个小时还好。你想，我们出去旅游是为了体验美景的，然后顺便拍一拍这边的景色，女朋友或是我自己，然后给自己留下个美好的回忆，或是说能够留下个美好的片段。那我如果举着这套设备去拍的话，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吗？那我根本没有旅游体验，我根本就是不会感受到这个景有多漂亮多好看，我只想赶快用这个机器把它拍完之后，然后把它放回我的包里。这对旅游来说是非常糟糕的，所以我觉得新手的话，先暂时不要去碰这种3轴稳定器，因为它实在是不太合适。那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说，我喜欢那种拍出来相机真的是一点抖动都不想有，它的增强环头也不够我用的，那就可以去买一些比较中型的那种稳定器，虽然也是比较麻烦，但它重量加上一个比如说半画幅相机，或者像比如说那种索尼的 vlog 相机，其实重量没有太多，还能给你比较好的旅行体验。那第二个我觉得新手需要慎重考虑的是，就是这种滤镜片。像很多朋友会说，比如说买相机之后，他会去购买，比如说什么 ND 滤镜啊，然后什么1/4的那种黑柔、白柔滤镜，或者是什么偏振镜啊，甚至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镜片都有，还有一些比如说是 UV 滤镜。那 UV 滤镜的话，其实我是比较建议购买的，因为它首先对画质的损伤很好，它起到的主要是保护你镜头的作用。那其他的话，比如说像这些比较昂贵的，比如说像黑柔、白柔，还有一些像这种之前买这种特别昂贵的可变的 ND 滤镜，它就比如说就是它可以有非常多的档，然后让你去控制进光量，然后让你达到相机比如说在白天非常亮的情况下，还能使用大光圈把人拍得很清晰，减少它的透光量，然后从而来降低它的快门速度。那还有一些，比如说拍摄破布的时候，想要它那种丝般顺滑的效果的时候，你其实都需要用到这种减光镜。当然，如果只是用来拍照的话，其实那当然像这种减光镜，对一些风光摄影师来说，那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是我这边讲的是拍摄视频和拍摄 vlog。那我们如果拍摄 vlog 的时候，利用了减光镜也好，利用了比如说像黑柔、白柔，还有一些偏振镜也好，它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？其实它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你的画质。如果你还用到了比较劣质的滤镜，那会降低的画质是超乎想象的。那其次的话，还有一个就是非常麻烦的是，像这种滤镜的话，它是有一定镜头尺寸的。如果你是用单一的镜头还好，那你只需要买一个尺寸，然后把它放上去就好。那如果你是现在是有不同的镜头，然后它的那个镜头的直径都是不一样的，你就需要买非常多这样的滤镜。那你每次在换镜头的时候，你都要换一个滤镜，其实是非常麻烦的。其实像这种滤镜的话，对我们新手来说，其实我们并不能很好的掌握说什么时候应该用到这个滤镜，然后什么时候不应该用滤镜。我觉得这都是很难把握。其实我作为现在经常有出去拍摄，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时候我需要滤镜。我只能说我今天的风格想要拍黑柔那种柔光的效果，我就一直带着滤镜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你后期想要把柔光这种
去掉的话，然后想要它还原成原来样子是做不到的，所以就是说你原来的视频可以操作性就变得非常的低，所以这种滤镜的话，我希望大家也是慎重的考虑。那我第3个不太推荐大家购买的就是这种外接监视屏。我之前的话，其实看很多专业的博主啊，还有一些专业的视频从业者，他经常会在他的比如说他的设备和相机外面接一个这种外接显示屏，有时候是为了外录更高格式的视频，有时候是为了更好的监看。那我也去买了一个。但我其实使用它的次数是非常的少，而且我觉得它是非常不实用的。首先的话，它会成为你拍摄视频的一个负担。比如说，我们有时候只是想出去拍一个 vlog， 然后去记录一下简单的生活，或是我们在旅行的途中使用它。你想一想，我在旅行的时候拿着一个相机已经够累了，然后又再装了一个显示屏，然后只是为了让我更好的去观看我的取景啊什么的，其实这是挺有负担的。而且像这种设备的话，首先它不轻，其次的话它还需要有个很大的电池，然后这电池的话，有时候它的电量不能够支撑你拍摄太久的视频，然后你需要经常更换，所以你需要带一些备用的电池。那你在带备用的电池的时候，它又成为一个重量，然后你再接着各种各样的线，然后对着你的相机，然后整个重量来说是增加了不少，所以我觉得它会成为你出去拍视频的一个负担啊。其次的话就是现在如果我们去拍摄 vlog 的话，有一些比如说相机它是有自带翻转屏或是侧翻屏的，像这种相机的话，其实你不太需要像这种一个外接显示屏。那我之前购买外接显示屏的话，是因为像索尼 A7M3 它是很难有一个向上翻转或是侧翻屏的。其次的话，像索尼的屏幕是烂到令人发指的色彩，我真的不知道有时候曝光是否正确，所以我才会去购买一个这样的显示屏。那这个显示屏我很多时候会用到的情况下，就是拍这种在家录制的视频或是一些定的镜头，我才会使用到它。像平时比如说你要出去旅游或什么，我是绝对不会带它的。所以我这边建议新手如果想要买一个外接显示屏的话，一定要慎重的考虑。那我这边第4个不推荐新手购买的设备是什么呢？就是这种全画幅巨单。为什么不叫微单呢？因为现在的以前说全画幅无反微单，然后他说越做越大，越做越大，然后现在做到现在这种，我觉得跟单反没有太大区别，甚至有一些加上镜头比单反还重的这种微单已经不能叫微单了，它应该叫做巨单。那这种设备为什么我不建议购买呢？首先成本非常的高啊，你比如说要买个全画幅的微单，单单机身分分钟过万，非常轻松。然后你还要再配一支镜头，那镜头有时候非常的难选择。你比如说，我有时候想拍广角啊，想拍长焦，想拍正常的景，想拍虚化，要求非常多，但是很少有镜头能做到这种完全万金油的镜头。一般情况下，大家会选择一个便宜，然后又正常的焦段，比如说像2470 f2.8 这种经典的焦段，然后配上一个大光圈，基本上能满足正常的视角和一些能够比较好的虚化。但是这一套加下来，分分钟有可能就是2万块、3万块都是有可能的。再加上它有些要配一些存储卡，然后配一个麦克风，然后你有时候拍出来码率非常高，那我还需要配一个非常好的电脑来去剪辑或是怎么样的，所以成本是非常的高的。其次它非常的重。重的话其实是会消减你拍 vlog 的热情的。比如说我每次要去拍摄的时候，我就会想，哎呦，我又要带这么重的设备，又要背它一天，等下回来腰很酸，腿很痛，哇，真的是会成为一种负担。然后你在拍摄 vlog 的时候，你在拉它的时候，你已经没有体验了，没有体验，没有真实的感情，你拍什么 vlog？ 所以我这边的话，其实是对这种非常重的设备是有非常多的意见的。这边我是非常不推荐新手去购买这种昂贵的设备，而且非常重。那新手的话，其实我是非常推荐，比如说像我上一篇视频所讲的，比如说像索尼专门给 vlog 做的相机啊 ，ZV-1 啊 ，ZV-E10啊，然后像佳能 G7 Mark 3啊，什么这种比较轻便的相机，那你在拍摄的时候就会既能满足你所有的需求，同时又不会给你造成太大的负担，让你能够真实记录你的生活和 vlog。所以的话，这边我是不太推荐它的。作为在拍摄视频和拍摄 vlog 踩过非常多的坑的我来说，希望我这期的视频能够对大家选购设备有一定的帮助。像我上面所说的4种设备，希望大家谨慎考虑过，根据自己的需求再去购买。然后的话，其实把更多的时间、更多的精力，还有更多的热情去投入在内容的创作上，而不是在器材上不断的钻研。器材当然是可以去了解，但是我觉得内容才是王道。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祝大家都能拍好更好的视频，更好的 vlog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